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床的王小璐，你知道去哪儿了吗？哦，他这几天恢复的挺好的。他那个哥哥接他回家了，说是给他做点好吃的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您说什么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需要我的帮助？对。您的意思是？我们的合作关系变了，现在不是你给我推荐你资料库里的人选，而是我有固定的人选，你帮我搞定，我付你报酬。是什么样的完美男士能够进得了沈小姐你的法眼呢？简单的来说就是高富帅，最重要的是年轻有为，比你给我介绍的那种什么什么人强多了。有这么合适的人？沈小姐，那你说吧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？你是爱情猎头啊，对促成一段感情一定很有经验。我需要你帮我制定一套婚恋方案，然后让我稳准狠地抓住这个完美男人。哎呦，制定方案啊！这个可是我们公司的高级婚恋专家团队来进行共同制定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公司啊专门面向于高端服务，所以收费方面啊很贵的。开个价吧。如果只出方案的话呢，我们的收费是3万块。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在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任何的意外情况，您需要临时咨询的话，我们是按小时来收费的。不过我们都是这么好的朋友，我肯定可以帮你打个折扣。8万打包，行不行？我们都是这么好的朋友了，8万，就8万。这张银行卡里面有4万，密码是我手机最后6位数，先付你一半。沈小姐，你的这个事情，我非常重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私人婚恋顾问，我让你以最短的时间拿出一个最好的方案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明天早上我一到公司，立马组织专家团队开始开会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你拿出一套最完美的方案。但是沈小姐啊，凡事呢，也讲一个万无一失。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差错的话，这个账怎么算？另一半钱就没有了。好。一言为定。来，详细的说一下你跟这位完美男士相识的过程，还有他的详细的资料和住址。他的什么名字？郑海潮。郑海潮，大气。他具体从事什么行业？广告公司的老板。哦，高富帅吧？他很有创意。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？一个餐厅。他住在哪个区域？富人区。别墅、大院子，符合你的豪宅的要求。好几套房子。他平时有些什么样的爱好？打高尔夫球。我不吃了。其实我认为啊，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跟珊珊讲。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兄妹关系。珊珊对你对我都这么好，我真的不想再骗她了。这种事儿，你还是早点让她知道的好。与其让她晚点知道，还不如你主动告诉她呢。其实我们现在关系还没有最后确定，你让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万一说不好，还不如不说。等有机会了，我再跟她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？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？我不就是你前女友吗？这有什么呀？我们已经分手很长时间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谁要是说我们不清不楚，非要说我们有什么的话，那也只是你对我的恩情。这件事啊，咱们俩就别争了。你现在啊，要把病看好了才行。珊珊，珊珊，跟他解释清楚。珊珊，珊珊。珊珊，珊珊，珊珊，你听我解释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小璐不是你表妹，是你女朋友对吧？前女友对吧？你都听见了，是，她确实不是我妹妹。
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？你们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？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对她就像妹妹一样。你觉得你这种解释我现在能信吗？我没有骗你。三小姐，这是我连夜为你赶制的一张关系进展表格。这么复杂呀？作为专业人士，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，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这么自信？当然，我们的口号是为高端人士服务。我可不是什么高端人士。你是高端人士，您有银行卡，您就是高端人士。哎，沈小姐，这个上面我可是给你列好了详细的步骤，你必须按照我给你列的1、2、3、4、5步，一步一步来。要是过程当中自作主张，造成有什么纰漏的话，我可是不负责任的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是第一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调查了一下，发现郑海潮他所居住这个社区啊，80%以上都是有钱人。那20%呢？那20%你管他干嘛？你只要知道80%是有钱人就可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是个富人聚集区啊！而且啊，很巧的是，我手上还有几个客户，他们也是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。是吗？就是这么巧。我在想啊，要是万一我们的计划失败的话，我还可以安排这个小区里面其他的有钱人跟你约会。没有，我可不想失败啊！啊，当然，我们肯定是奔着成功的大方向大步向前前进，但是过程当中啊，肯定也会有一些波折。我也是确保万无一失嘛。你也不要太担心啊。刚好啊，我又掌握了一个信息，这个郑海潮就是他隔壁的邻居，刚好一家人移民去美国了，把房子跨到了中介上面。那倒是巧。所以我说，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呀。买它干什么？租啊！租？这是必须的投入。这块房子太高了，短期之内呢，它又不可能会卖得出去嘛。你可以采用短租的方式，就住在郑海潮的隔壁。这对于你跟他2个人的关系，可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可是他会不会觉得太巧了呀？说法不就是你自己给的吗？对不对？我只给你制定了大的方向和步骤，你只需要按照这个来，其他的一些细节部分自己来进行填充。可是要是没有成功，我这钱不是白花了吗？哎呀，你不要有这么多的担心嘛。即便没有成功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小区里面80%都是富人，我还有其他几个会员，我可以安排你跟他们去约会。他们会发现，哎，你跟我们住在同样一个社区里面，这无形当中就给自己贴上了一个优质的标签，你说对不对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正好我要搬家，就按你说的来办。紧接着第2步，拉近关系，怎么拉近啊？我正好要跟你说这一点。根据你所提供给我们的郑先生他所有的资料，我们归纳跟分析了一下，发现他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男人。而这些年呢，沈小姐，你恰恰又在富人圈里面积累了一些关系和人脉。如果你们2个人可以做到资源互补，这样的话，你能够帮助郑先生拉到项目，赚到钱，这对于你们2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开端呢？这个应该没有问题。上次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精英，他要拍个广告，我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搞定。沈小姐，这个应该也算是我提供的消息吧？广告要是谈成的话，你是不是要给我一点信息费啊？你还真够贪的，好吧，不会少你的。干嘛呀？这是啊，神话。阿姨，你回来了。你这干什么呀？我在这儿麻烦您和叔叔那么久了，我搬出去住，
突然怎么想你搬出去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阿姨在这对你怎么哪儿做的不到啊？不你生我气了？没有，阿姨对我很好。那个，我认识了一人，男朋友。哎呀，那是好事儿啊，好事儿，好事儿。那阿姨得恭喜你啊！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有空带过来，阿姨看给你参谋参谋。就是挺优秀的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以后吧，以后再带过来给你看。好，我还是没明白，那刚认识，你不会是要搬过去跟他一块儿住吧？花儿，阿姨把你当成跟小可一样，知道吗？像女儿一样的，阿姨得说你一句啊，太草率了，怎么这？刚认识怎么就能搬过去住呢？你这不成了事实婚姻了吗？你到时候你想撤，他都撤不了了。阿姨，我还没打算这么快就是说谈婚论嫁的事，我就先了解了解，先处处看。你处处你不能住过去啊，你这不合适。花阿姨放心吧，我有数啊，我回头再来看您和叔叔。不行，阿姨不放心。哎呀，另外一个你跟小可说了没有啊？我回头再跟他细聊。阿姨您放心吧，你都没跟可说，这不合适。他回来他埋怨我，你等他回来再走。没放心，好不好？我男朋友等我呢，我先过去了，阿姨啊，回头再来见你啊，阿姨拜拜。花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孩子，你这个决定太草率。真的放心啊。花啊，你阿姨再见，谢谢啊。那你可给我打电话啊！哎呀妈呀！天哪，这什么年代？这刚认识就弄一块儿去！哎呀妈，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。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没做饭呢？哎呀，申花搬走了。搬走了？为什么呀？她说她找到男朋友了，搬到那儿去住了。啊，这好事儿啊！哎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？哎呀，老公啊，你现在也太超前了，你这也太能跟得上时代这发展了。他刚认识就搬过去跟人家一块儿住了，这怎么还能是好事儿呢？我真是不能理解。我说你呀，你就别操人家的心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说他在咱家住了这么久吧，有时候我也挺烦的，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可是这突然走了，还是，哎呀，心里也不太好受。何佳，没什么舍不得，自己的女儿大了都要嫁出去，何况是女儿的闺蜜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行了，别操心了，该喂喂咱们的嘴喽，做饭吧。做饭。喂，喂，你怎么突然走了？突然有点急，所以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再着急也该让我送送你吧。哎呀，不用，什么不用啊？你这是在哪儿呢？这个地方我也不太熟，也说不清楚。等我弄好了，叫你来玩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放心，你问问物业地址在哪儿，然后发给我。这么晚了，物业都下班了。再说我也没什么东西啊，不用。你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？什么呀？这是你太拿我当孩子了。那个，我这点东西自己能搞定，搬家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哎呀，你这走的也太突然了。我妈还在念叨你呢，她都舍不得你了。我也挺舍不得阿姨的，这次确实是有点突然。到时候我跟阿姨好好赔礼道歉啊。听我妈说你找一男朋友。是啊，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吗？对，我这次决定要跟他发展了，所以就决心搬过来跟他一块儿住，看看大家是不是合适。你这也太草率了，万一住一块儿你发现不合适怎么办呀？这代价太大了。代价是挺大的，所以我要逼自己下决心。你这不靠谱的，你这不告诉我是怕我拦着你，对吧？有一点。小花，
行了，小可，你别说了。我想我以后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。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所以这次我决定为自己冒一次险，就算错了，我也认。看来这次你是豁出去了。那哪天让我见见，帮你把把关？那个，如果我们走到一起了，你自然就会见面；走不到一起，你见也没用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收拾东西了。等我安置好再给你打电话啊。真不用我帮忙啊？真不用，你好好在家陪阿姨吧。沈化啊，照顾好自己，听到了吗？我会的。沈化，海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住这儿啊！啊，你住在这儿啊？我一直住这儿，小可没跟你说吗？没有啊，我今天搬过来呢，那我们成邻居了。今天不是愚人节吧？我还这么想的。我是知道这房子一直空着呢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搬这儿来呀？过来参观参观吧。行行行，走。请进。哎呦，行啊，这地儿还挺温馨的，租金不便宜吧？怎么了？你们自家小区的房价都不知道？我只交物业费，我哪掏租房的钱呀？不便宜，1、2万吧。行啊你呀，刚来北京没多久，怎么着？这是碰见贵人了。那也没有你厉害呀，年纪轻轻就当老板，怎么着？碰到很多女贵人了？不带胡说八道的啊！你先说我的。行行行，给你道个歉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不说真的啊，如果这房租真这么贵的话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你一工薪阶层，没必要把自己弄那么大压力吧？因为你啊。啊？开玩笑呢，这个房子不用我自己掏钱。哦，房主是你们家亲戚？不对呀，你们家北京没亲戚啊。我一没有傍大款，二没有靠亲戚。这个房子是我经纪人给我找的。经纪人？怎么着？你是进娱乐圈了？没有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请我喝个酒。行，走，去我那儿，给你办个乔迁之喜。我找了一个爱情经纪人，他的经验挺丰富的，既可以帮我筛掉一些劣质的男人，让我不再上当受骗，又可以帮我训练成为一个真正的淑女。我觉得你吧，条件不错，再等等的话也不愁嫁呀，犯不着那么兴师动众的吧。女人的青春有限，这个你们不懂。爱情这东西我多句嘴啊，你处心积虑的吧，其实也没什么用，关键呢还得看缘分。我到现在为止遇到的最奇妙的缘分，就是成为你的邻居。是，我也很荣幸。其实人生吧，真的挺不公平的。有些人轻轻松松就能找到自己的爱情，可有些人找来找去，却什么也找不着。我就没有小可那么幸运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。小可吧，也是一般人，也没你说的容易到哪儿去。我一个外地人，又没有一个医术权威的老爸，每天上班在公司耗8小时，在地铁里耗2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不是睡觉就是相亲。
我走过很多弯路，碰过很多钉子。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没办法，只能把自己逼得成为一个优质的女人，要不优质的男人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只能和一个平庸的男人过一辈子平庸的日子，我不甘心。我觉得这样没有错，你觉得有错吗？没错。我觉得爱情需要规划，优质的男人大多都是以理想和事业为重，他们要承担的太多的东西，可是时间却很少。如何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体会到爱情的浪漫和生活的美好，这个事儿是我终生修炼的功课。也算有点道理吧。你好像不是很认可啊。嗨，我就是觉得吧，每个人呢有每个人的活法，只要活得开心不就行了？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啊？说。别把我住在这边的事儿跟小可说，行吗？为什么呀？小可的性格你知道，他老觉得我这个爱情经纪人是个骗子、拉皮条的。我是骗他我找着男朋友才搬出来的。咱也没必要骗他吧。我一是不想让他骂我，二也不想让他为我操心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又住在你隔壁，我怕他多想。而且我在这也可能住不了多久，真找不到意中人，过个3个月我也得搬回去，所以我就不想他猜忌咱们俩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你也得帮我一忙。什么事儿？我吧，最近跟小可呢闹了点矛盾，他有时候不接我电话，你能不能帮我约他出来呀？可以。那咱一言为定。相处愉快。相处愉快。沈小姐，一切都还顺利吗？还好吧，我现在已经搬到海潮对面去了，而且他也相信了你教给我的那套说辞。我就说嘛。哎，那邓小可呢？小可他们还在闹别扭，但海潮已经答应我把我们做邻居的事情告诉他了。出战告捷，看来现在一切尽在掌握当中。我可没你那么自信。你在担心什么？现在海潮的心里全是小可，他会喜欢上我吗？哎呀，沈小姐，爱情这个东西啊，它都是虚幻的，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它由幻变真。哎，你别说，我要跟你讲，这2天我是真没闲着。哇，把郑海潮他的资料详细的了解了一遍，综合了他的个人状况、性格分析以及社交网络所有的数据的统计，全部放入到计算机里面进行了科学的计算。当然，还有沈华小姐你的，以及你的情敌邓小可的，3个人的，通通都在。你到哪儿去弄这么详细的个人资料呀？保险公司都知道下个月我的车险要到期，我的资料他全部掌握，何况是我们干这行的，对不对？总之呢，我肯定是有办法，要不然我也不开门做这个生意了嘛。那这些数据能证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因为我是把你们所有的3方资料全部放到电脑系统里面进行了对比和精算，最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。哎呀，吓一跳啊！你知道得出什么结果？什么？你跟郑海潮他的匹配度已经高达85%，而邓小可跟郑海潮的匹配度仅仅只有50%啊！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这说明你比邓小可更加适合郑海潮。这靠谱吗？怎么听着像星座分析一样？哎呀，当然靠谱了，这个是科学呀，不是那些个一天到晚满天的数星星啊！山羊、水瓶、双鱼、牧羊座，王力宏的歌啊，那是。哎，那为什么海潮喜欢的是小可而不是我呀？哎呀，你也知道，凡事都有个先入为主嘛。毕竟邓小可是跟郑海潮先在一起的，你是后面加入进来的，在这方面你不占什么优势啊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
想尽一切办法隔离他们，疏远他们，让他们拉开距离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再以安慰天使的身份从天而降，出现在郑海潮的面前。当郑海潮跟邓小可渐行渐远，而你们两个人越走越近，当有一天他凝视着你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一拍大腿，恍然大悟，搞了半天我郑海潮寻寻觅觅这么久，原来真命天女就在我眼前，就是你沈画沈小姐啊！哎，你看，说的我的口渴了，说的我都兴奋了。以水代酒，干个小杯。哎呀，这是科学，匹配度85%，他们匹配度只有50%，你不赢，谁赢？怎么不上楼啊？我不是怕你妈在家吗？不好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海潮他约我谈了一次，说什么了？说你不接他电话，找你也找不着，所以就求我帮帮忙。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儿啊？能好就好，不能好散了呗。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较劲呗。你还没消气呢。关键是我现在见他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呀。哎呦，说什么呀？这不是有我吗？我帮你们做和事佬。你约的他什么时候啊？明天下午6点半。好吧。那行，我跟他联系。谢谢啊。谢什么呀？我走了。怎么样？说通了吗？说通了，明儿咱们一块儿见个面，我做你们中间人。哎，那太好了。他约几点啊8点。8点。能早点吗？这个时间是小可定的，他最近工作特别忙，我这还说了好半天呢。行行，都听他的，他是爷。怎么了？这还没见面，怎么就不乐意了？不是，他要那么不乐意见的话，咱可以不见啊。哎呀，别嘛，约都约好了。那个，我觉得明天见面之前，你们俩就先别联系了。你看你又不太会说话，免得有节外生枝。明白了，都听你的呗。郑海潮怎么这样啊？你这约好6点半，这都几点了呀？7点半了都。我特别讨厌这种男人不守时。可能公司有事儿吧。算了，不等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你还劝我，今天你比我还着急。我这不是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吗？你说你迟到可以，你好歹跟我们说一声吧，搞得我们好像应该等他一样的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再等会儿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吧，我催催他。哎，到哪儿了？到门口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啊？那个小可还没来呢。哦，没事儿，那等会儿呗。要不你帮我买点东西吧，我懒得走了。啊？你要什么呀？给我买几本八卦杂志吧。你们俩万一待会儿聊得高兴的话，那个我一个人怪无聊的。不是，这附近哪有卖的呀？你不是开车吗？向东走3个路口，拐角有一个书报亭。行，好了。怎么样？昨天说的好好的，我刚刚给他打电话，忘得一干二净，还在公司开会呢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们俩再等等吧。”原来就觉得自己没错呗。那我们等什么呀？那个他都说了让我们等等，我们再等会儿吧。沈画，你要再约他的话，我跟你急。哎，那你上哪儿去啊？回家，走不走？我还有点事儿，我一会儿再走。
你要杂志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小可呢？小可他今天来不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刚跟他打过电话，然后他说他妈妈跟他吵架了，然后今天来不了了。不是来不了了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这一大堆事儿呢，我都来了，他说不来就不来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也说他来着，是有点不像话。那咱别等了，撤吧。来都来了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哎呦，吃什么呀？气都气饱了，回家了。哎，那一块儿。行，走吧，快烧吧。来了。哎，我煮了些银耳，你老对着电脑，这个防辐射。没看出来啊，你还这么贤惠啊？今天这事儿真不好意思啊，本来跟你们说和的，没想到。嗨，这是小可的问题，跟你也没关系。你们俩不会就此不再见面了吧？他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聊呗。哼。你尝尝呀。好。你别说，还真不错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呀。以前我在广州的时候就喜欢自己煲汤，我会做各种各样口味的。然后来北京之后，手艺也荒废了。最近我想把它拾起来，你要愿意的话，就做我的试吃员，帮助我提高。哎呀，别了，那多麻烦呀！以后啊，等你找着男朋友了，不愁没人欣赏你的手艺啊。怎么了？看你一晚上闷闷不乐的。没事儿。是不是在想郑海潮啊？你想的就给他打个电话吗？你们俩不能老这么僵着，有什么事儿早点说清楚了，对双方都好。沈化帮我们俩约了，关键是任大哥根本就不来，迟到了1个多小时，我就白白在那儿等。完了，沈化给人打一电话，任大哥居然说我工作忙忘了。不至于吧？我觉得，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他就是没把这当回事儿呗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自己给他打个电话，你不能老让人沈化在中间给你们俩传话呀，对不对？凭什么呀？我等了他1个多小时，完了我还给他打，我面子往哪儿搁呀？他怎么不给我打一个呀？你这人吧，我觉得你就是嘴硬，啊，这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呀？你说你要是不在乎他的话，你至于这么一晚上了都这么闷闷不乐的吗？对不对啊？你要是听我的呀，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，不管你是说他也好呢，还是质问他也好，只要是你把你自己想清楚的跟他讲了，也许可能就没什么事了。你说你们俩老这么憋着，那误会不就越来越深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打。行了，你就甭管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真知道假知道呀？没那么小心眼儿。好吧，那你别想太多了啊，早点休息。谢谢。还要吗？我那边锅里还有，我再给你盛点来。别，不要了，我也歇够了，该工作了。你每天都这么晚通宵的工作呀？是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我本来就是一时差紊乱的人，别再给你带坏了啊。对了，说到工作，我有一事儿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一个同事的男朋友是个皮具公司的老板，他以前一直在做出口贸易，现在想把精力投向内地市场，想找一家比较好的广告公司，然后给他们做策划和推广。我一下就想到你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？当然有兴趣了，不过你这事儿靠谱吗？靠不靠谱我不知道，我可以给你先引荐一下，你想继续跟他合作再聊呗。行。哎，如果这事儿真谈成了，我给你最高的提成。那我们一起努力。好，
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走，我送送你。喂，是我。怎么往我家打电话呀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打你电话你没接，怎么了？见个面呗。现在啊？不是明天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明天再说吧，别打了啊，把我妈吵醒了。进来。张总，这是您让我调查资料。找这份资料，我可费了很大功夫。20年前的那次医疗事故，确实是邓文轩的致命伤。好，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，我想这会对你有用。我让你调查邓文轩的事，一定帮我保密，知道吗？当然，那我先出去。好。走。说吧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邓主任，您那么忙，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呢？有话直说，我还有工作。向总的意思是，药品鉴定小组您是权威，希望您高抬贵手。什么叫高抬贵手啊？如果你们的药品质量过关，我们这儿不会有意为难的。邓主任，您何必这样说呢？那我怎么说呢？啊，你希望我怎么说？如果你们的药品质量有问题，我们这儿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出示这种合格鉴定书的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做医生的职责是什么。这么做是对患者的极大不尊重，严重的话还要背上刑事责任的。这个，你们向总不会不知道吧？哪有邓主任说的那么严重啊？总之，我希望你们不要难为我。那我也希望邓主任别为难我，大家毕竟都不容易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无偿请求。我希望你尊重我。我知道邓主任的为人一向都是刚正廉洁，
业务又是一把手，德高望重。不过，20年前的那次医疗事故，确实是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。